朋友们，二元对立呢，是我们认识万事万物的方式。因为我们意识最大的功能就是一种了别功能。了别什么呢？在我们一般的认识中，是认为在了别面对的一切。比如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就得留意你脚下的路，心里面得想着要去的地方。再比如你工作的时候，努力构思一个汇报材料，那么这里的路的方向和汇报方案，就是我们了别的对象。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二元对立。大脑面对外界的一切人事物，都会用非此即彼的两个对立面进行认知和评判。比如善恶高低、胖瘦美丑、成功失败、幸福痛苦等等，非黑即白。另外，大脑又是线性推演式的，因此你每个评判都是受前一个念头或经验的制约。也就是说，你以为你在自主人生，其实不过是不断的旧瓶装新药。潜意识在控制着你的人生，它就是你的预设立场，符合它就是对的、喜欢的、好的，反之就是错的、不喜欢的、坏的。这就是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业就是过去的念头，过去的执着，就是潜意识。活在二元对立中，你大脑里就会有许多条条框框，不断地评判外界。只要不符合你的标准，别人就是错的、不应该的。这种狭隘的观念不但束缚着你自己，更会对你的人际关系、学习、事业等等造成深远的影响。比如，一直以来，我们习惯把分数作为评判标准，成绩好就是好学生，成绩差就是坏学生。那么，假如成绩没有达到自己的标准，就自然会有不会学习、能力差、没前途等等心理标签。这样的评价会极大程度打击学习者的自信心，贴上了无能的标签，甚至失去动力，阻断前进的道路。你看，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仅曾经制约着你，如今仍可能在制约着你的孩子、学生等等。而这个影响是极其深远且无法界定的。再比如，很多人本身很有能力和想法，但就是受不得一句不好的评价，甚至都算不上批评指责的话，在他眼中也会变成对自己能力的否定，进而精神内耗。问题的根源不在外界，在于你受限于自己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可这世间哪有二元对立之分呢？多少是长，多少是短呢？没有长哪有短？没有短哪有长呢？世界本是一体的，而我去评判才有了分别。那我又是谁呢？也不过是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不分出个你，又哪有我呢？所以这种二元对立在无形中就产生了我与我所的对立。长久以来，我们从未怀疑过这有什么不对，认为这就是我们唯一拥有的认知方式，甚至把它当作本能反应也不为过。可是当我们面对生老病死、爱恨离愁等人间疾苦，我们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无奈，一种被动的接受。所以我们内在和外在就会产生很多冲突，冲突是痛苦的根源。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命运，这就是人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的发生，真的就是自然而然无法改变吗？其实这一切疾苦发生的根源，就来自于我们自身的认知，来自于我们根深蒂固的二元认知，来自于我与我所对立之间产生的执着。我们了别的是对境，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颠倒梦想。了别的产生就是一个念头，而要了别什么还是一个念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念之间。一个念头包括所有，念头就是能，念头就是所，所有的只是一念妄动。
最终又回归到我们说的实上，一切都是由意识产生，就是念头的活动。因为念头的生灭是极快的，刹那之间我们根本感受不到，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你了别不出每一帧的独立画面，你认为它就是一个流畅的故事。我们通常说一念之间恍然大悟，这不仅仅是说我们心里的感受，更究竟的说法应该是一念之间你知道了所面对的一切顿然产生的原因，对每一个念头的产生了了分明，而不只是心里的感觉。能够体悟到这一点，你才算是入门了。我们知道修心的原理，它实际上是在60和70上下功夫，前50和第80就会有改变，而通过修心要达成的那个境界，就叫做智，智慧的智。那么由实变成智就是整个的修心过程，也叫转识成智，因为你得智慧了，也就是80转成4种智慧。我们先说第60，第60意识转成了妙观察智，就是说原来你能分别外在事物的功能就来自第60。等它变成智慧的时候呢，就不再以原有的分别的立场来看待事物，而是看到事物本来的样子，这就是妙观察智。所以那些悟道的人看事物都很透，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障碍了，他能直达事物的本质，看清事物的本质而不停留于表象。而我们凡夫俗子呢，都迷惑于假象和表象，所以就容易上当受骗。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一定是糊涂的人，对不对？你的分别心特别强，不断的在算计利益得失、人我对立，你就容易被骗。就像你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卖家就看中你这点，就制作成这个东西。比如说你特别喜欢这个粉色钻石，别人给你造一点人造的粉色钻石给你，然后你看到这个东西就眼睛发光，于是就想方设法去买这个东西了，对吧？因为你有值，所以他就可以做生意了。就是因为你有迷惑在，所以第60转成智慧的时候叫妙观察智，而第70末那时会转换成为平等性智。末那时呢，是我执之心，它是我执的源头。我们普通人呢，念念都是以这个小我为出发点的，就是我要怎么样，我喜欢什么，我讨厌什么，你伤害我了，都是以我为中心去看世界的。有我就会有他人，有我就会有世界万物。那么我和他人和世界万物相比，谁最重要？肯定是我啊。所以一切的不平等就是从我开始的，这是最大的不平等。一有我就不平等，所以转成智慧的时候呢，就是破掉了这个我。当下观照，本来无一物，我在哪里？一切众生无有差别，诸法平等，这个我的优越性就没有了，我跟他人之间的那种差别性没有了，所以我与他人，我与万物都是一个整体，平等，一视同仁，天人合一，就是这个样子。这就叫空，因为这个我没有特殊性，这个时候你才跟万事万物是平等融入的，而不是对立的。这个时候达成的这个智慧叫平等性智。当我们第60、第70真正转化了，我们对于事物的感知就会单纯，眼耳鼻舌身意就会感知到事物原来的样子。就好比开悟之前，看做不到纯粹的看，听做不到纯粹的听，这就是心被境转了的缘故。接下来前50转成的智慧叫成所作智。成所作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都做得非常的好，特别的专业，因为你的60、70都有大智慧了，所以你在做各种相关的事情上呢，很容易有成就，这个叫成所作智。
每一个方面你都能达到很好的一种状态，一个境界。所以你只要能修行成功，你这些方面的能力自然都具有，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磨练的。所以那个成所作智也是天然的包含在这个其中。何况你还是带着智慧来处理各种事情，不用过分努力就能运用自然，根据你当下因缘给你一定帮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剩下的一个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第八识转成的叫大圆镜智，一个大的圆镜，这是一个比喻，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心已经完全被擦干净了，心这块镜子完全被打扫干净，所以任何的东西在这个镜子面前都被照得清清楚楚，很透彻，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如实如是地反映任何事物的本质面目。当你拥有这种智慧后，宇宙中的一切一照就显，不照就不显，照后不留，而且这个镜子上没有任何的灰尘，没有任何的阴暗，意味着你自己这里完全清空清干净了。我们原来的阿赖耶识什么都往里装，形成了很多的种子，这些种子都堆到仓库里了，我们都记着这些，所以叫阿赖耶识叫种子库。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杂染的东西，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干净的也有不干净的，什么都有。反正这世界上的一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看见的、听见的、碰触到的、做过的，所有的东西都藏在这个第八识里面。而你修到最后，这个第八识里的各种记忆，就像梦幻一般，它是在我们的觉照当中的，我们就像在镜子中看幻象一样，一下就看到了，这个时候才叫大圆镜智，也就意味着这个镜是空镜，这表明这个智慧已经达到无限圆满的状态。当然这个极致的状态就是圣人智。圣人的这个智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只知道我们自己的一点事情，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这是普通人。那圣人呢？他可以了解众生的所有的心，还包括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这就是大智慧。当然我们这些东西都没法想象，是因为我们离得太远了，所以只能够作为知识了解一点。但是修行不是这些知识的收集，而是真正实在的让你受用。所以当你有一定智慧的时候，你的生活就会发生变化，你就会活得更加的自在，更加的幸福，没有烦恼。这些都是非常实实在在的，这都是你能够作为一个普通人能感受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人要修心，原因就在于我们都是能够用一定的智慧来帮助我们自己成长的，明白了吗？最后简单总结一下，其实转识成智呢，就是视角的转化。凡夫呢是以这个肉身我为我的，所以他的出发点都是这个小我的视角，以小我的视角去觉察世界的时候，就产生了八识：眼耳鼻舌身意、末那识和阿赖耶识。但是在修行的过程中，慢慢的对于小我的执着开始破除，我们渐渐的以觉为我，这时候再去觉察世界的时候，就建立起来了四智，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